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延续上涨，但也出现了一个三小顶信号。4月美股看涨，短线却不应该再追涨加仓，除非出现一个更加强势的信号。谷歌缺口不补，维持上涨，这个中期底部难道已经形成？美国只是反弹，一旦滞涨，记得高抛。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那么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告诉大家通过三小顶和日线的超买信号，那么这里是如何判定出不能够再进行短线追涨和加仓了，以及呢用日内变盘点，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在日内短线、超短方面怎么样去进行分析。而对于指数有所分辨之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则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尔卫、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今天的目录当中，阿哲加多了一个绿色块的个股是 Circle， 那么 Circle 目前的下跌也来到了一个可能出现机会的地方，所以阿哲重新标记了绿色块。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依旧有一个温馨的提醒。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所涉及到的内容范围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但是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个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个内容都标记了时间轴，分好了段落。您点击对应段落，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只标的。不过第一部分，阿哲建议是尽可能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的指数环境是最为关键的。我们要分清楚指数环境，再去做个股的投资交易。所以前期一路的下跌趋势行情，目前走到这里，如果你能够看得清楚指数确实处于下跌趋势，而后在这一个行情当中不去随浪做多，或者说不去重仓做多，那么你是不会亏很多的。甚至你如果顺势做空，你还能够赚钱。而假如您不知道指数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环境下，反复的还去跟之前牛市一样去不断做多，这个时候你亏钱的概率是会大增加的。所以市场的环境一定要先看明白。那究竟目前市场有没有转变趋势？当下可以看涨吗？以及还是说它依旧处于下跌趋势？这是我们去分辨的。那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讲到一个 K 线的小知识，叫做三小顶。我们也很久没有讲到这个知识点了，但是它也是阿哲之前一直有提醒过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三小顶。所谓的三小顶是用在弱势的市场跟当下是很贴切的，就多方弱势而空方强势的市场当中，特别适合用这个三小顶。如果是一个多空平衡的震荡市场，也能够用这一个方法去看到一些短线的高点。当然，如果是多方特别强势的一个行情，就慎用。三小顶一般得要有3根阳线，它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它这3根阳线的特点是什么？1、2、3必须要连续是阳线，只看颜色，可以不论涨跌。3号 K 线它的 OC， 也就是说它的实体部分，它的开盘和收盘的一个距离，那么和2的实体，那么它要有一个差距，就3要比2的实体是短的。短的越是明显，那么这个顶部的信号越是强劲。1号 K 线是没有要求。简而言之，就在一波上涨当中出现连续的3根阳线，第3根 K 线的实体比第2根短，那么就是一个上小顶。而如果3号 K 线它还有长上影线，以后有10日星，那么效果会更好。而我们在判定它是否顶部的时候，有2个卖出的技巧。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做的是下跌中的反弹，或者说是弱势行情震荡当中的上涨，那么左侧激进的是指左侧激进的方案就是我不管3、7、21，在出现三小顶的当天，或者说是第2天直接冲高就卖出。右侧相对保守，是在跌破3号 K 线的最低点选择止损，实体跌破我去止损。如果您是比较害怕踏空，以或者卖了之后股票还上涨，您是比较担忧的，那么可以选择用右侧去进行止盈。如果您是能够接受高抛离场而不在乎后续会不会继续上涨，做左侧提前离场规避风险的话，您可以用左侧激进的方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案在目前市场它的表现。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你会看到一些钻石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其实就是三小顶出现的一个位置。阿哲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您是我们的财神同学，您只要在键盘上输入三小顶的首拼音字母，就可以调出这个指标了。现在其实就有一个粉饰钻石，这个我们先放着，我们看它前面的，比如说当时这个震荡行情当中也有出现
比如说3根阳线产生了，那么第3根阳线它的实体是不是比第2根是短的？所以它这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上扬小顶。所以这里有一个钻石，上扬小顶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左侧或右侧去处理。如果是右侧，我就设一个防守位，那不跌破，我就依旧认为它还有上涨。好，左侧第2天或者是当天也行，第2天冲高，我去卖股票，这种地方呢就是左侧若是上涨时，我去做的一个反弹高抛点。同样的，这里市场又经历一波下跌，是3根阳线，第3根是缩短的，所以这里也可以算上扬小顶。但一般下跌的上扬小顶我们不是很关注啊。那么这里是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是吧？这里其实也是上扬小顶，所以这2根 K 线基本都有钻石。好，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左侧直接高抛，也可以右侧是防守位，跌破我们就右侧也可以跑。所以像这种地方，其实你用上扬小顶，至少你反弹可以做高抛，不至于说我买了之后后续没有卖，直接被套或者直接被套。那我们再看前面这里是一个震荡的市场，也同样可以用到这个上扬小顶。我们看到这种加速行情也同样可以的，这里是一个阳线，3根阳线，第3根阳线是不是比昨天是短了的？好，它有个钻石，那你可以第2天冲高卖。如果当时你用这个方案左侧冲高卖，基本一卖就是最高点，是最高的这根 K 线上去卖出的。那右侧你可以跌破的时候去卖出，所以上扬小顶在这个地方你是不用害怕这波加速之后你不能卖到高点，所以不管是左侧右侧你都可以卖在这个区间。那么反弹时这里是不是1、2、3也是上扬 K 线，第3根的实体缩短了，所以它是上扬小顶。第2天应该高抛高开你就可以卖，如果是右侧你可能要等它跌破，会卖的比较晚一些，基本上没有多少利润了。所以左侧的好处在于可以卖得早一点，有机会卖到高点，但是卖了之后继续上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像这个地方也是上扬小顶，是吧？你卖了之后，其实后面还有一波行情，是吧？像这些上扬小顶都是途中的，所以左侧的坏处在于你卖了之后有可能还会涨，右侧你卖了之后大概率是有下跌机会，但一般会卖的会偏晚一点。所以我们正常来讲，你也可以用右侧去做防守，只要低点不破那么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没有风险。市场出现上扬小顶，低点不破，那就往上看，这里也是上扬小顶，低点不破，往上继续看。那直到这一根 K 线是吧，低点被破了，我去进行一个止盈去卖出，会相对来讲晚一些，但也不是说晚太多。左侧可能就会在这一位置去先高抛了。我们看到当下的一个行情走势，很明显目前是适合用上扬小顶的，因为市场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多头，而后产生了一个反弹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这里是有4连阳，但前面3根是没有上扬小顶。那么这里是1、2、3，第3号 K 线比第2根 K 线它的实体缩短，很明显缩短，所以这个风险性会比较大一点。我们可以在第3号 K 线或者是在今天如果保持上涨冲高，那么可以做一次减仓。而如果右侧收盘价跌破3的低点，那么就可以作为卖出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是上扬小顶在下跌市场当中的一个使用。反弹时如果遇到它，那么要注意了，你可以提前左侧减仓，而后右侧等待最后的止盈。所以当前市场出现了上扬小顶信号，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多方容易衰竭，是一个空方反攻，多方应该高抛的点位，这是要小心的。那什么情况下说明目前的多方并没有衰竭呢？我们在昨天的美股盘前广播当中，以及周一的直播当中有讲过一个强势的信号，叫做缺口。当然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就不再去花太多口舌去讲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下我们昨天的周一的直播。也就是说我们在昨天盘前也有讲过，这个地方如果出现再次的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追涨的信号。至于为什么，大家可以听周一直播的一个原因反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出现一个向上跳空缺口，就意味着这里其实多方还不算很强势，加上上扬小顶信号，所以小心它有2次回踩在启动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部分，叫做日线的超买信号。当前我们在看到目前的一个日线的纳斯达克指数图表，所谓的日线超买信号，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解个股还有指数分析时会用到的一个趋势类的研判指标，叫做山海趋势图。这个图表当中，它有很多种指标的组成信号，也是阿哲平时做分析时会经常用到的。其中有一种信号叫做超买信号，这个信号它的表现在于 K 线会出现一个黄色的信号，一旦这个 K 线产生黄色，就说明当下不管它有没有上扬小顶，不管它的股价出现什么形态，它都可以认定为市场目前过热了，一波上涨反弹到这里，它已经是超买了。我们看它历史当中出现超买的位置，首先第一个也是近期的这一个，就是当前你所看到的这波下跌的最高点，当时这里就是一个黄色 K 线超买信号。当时我们这里也提醒过，
要小心有风险，跌破就是风险的确认。而像前面这些位置，市场在一波上涨之后，如果出现了黄色 K 线，它在左侧来讲就是一个风险进入的一个区间，而右侧就是等待确认。当市场上涨来到了黄色 K 线的地方，就说明它是一个左侧的风险了。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那如果在这种黄色的风险提醒当中，如果又有三小顶信号，那么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在这些黄色 K 线产生的地方，它不一定会立马下跌，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加仓短线继续很激进的地方。所以当下从日线的另外一个角度，超买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当前的市场反弹到这里，它已经过热，在这里再去买，在这里再去做加仓，其实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手法。一般出现黄色 K 线之后，我们比较建议的是，不管它后面涨跌，你尽可能等它消失，然后回调一波之后再考虑买进。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出现了黄色 K 线，你等它回调一波之后，甚至进入到蓝色 K 线了，它就说明从黄到蓝是从一个超买到超卖的区间。那么这个时候市场更容易产生机会。如果是黄色 K 线，就说明说还是风险，等黄 K 消失，风险释放，而后止跌再去找机会会更好。当市场是一个黄色 K 线时，不管行情涨得多强，不管外界因素再怎么好，你都知道当下再去买就危险了。阿哲所标记的这些黄色的地方，应该都是不少之前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会发现是特别的狂热，有很多利好的因素产生，让你可能在这里不惜一切去加仓，甚至去融资，是吧？甚至去进行一个，甚至去加杠杆去看涨。但你会发现，回过头，是吧？隔那么几个月回头一看，发现这些位置都是一些高点，都是一些风险点。这种地方，你不管它后面涨不涨，至少它不应该是你太过于激进去做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当下又来到这种黄色 K 线，它会不会和跟之前一样呢？我们不太清楚，但至少过往行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其实要相对小心了。你可以等待一波回调，甚至是再次蓝色 K 线，再去看涨美股市场会更好一些。而右侧的信号依旧还是跌破去确认它的一个风险，当前没有跌破。三小顶也没跌破，所以左侧可以高抛，右侧留部分仓位等待确认。通过以上的两个信号，那么阿哲想告诉大家是，当前的美股市场短线进入到一个超买区间，大家操作一定要有所小心。特别目前外界因素也比较乱，所以我们最好是等待一波有效的回调之后去进行交易会更好一些。那么以上就是对于三小顶和日线的超买信号的一个讲解。那么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这两个知识点，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手中个股也出现了这两种信号，那么也都是要小心了，短线可能不能再加仓和追涨了，回调之后可能会有更好买点。如果这两部分内容对您有所帮助，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希望大家能够花点时间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或者是建议。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的话，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除了点赞评论之外，也可以顺便在视频底下可以点击这个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我们未来可以一直持续的学习技术分析，还有交流美股行情。而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未来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之后都想要及时能够收到提醒，也可以把订阅下面的全部铃铛打开。只要打开这个铃铛，未来阿哲只要更新视频就会通知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知识点和这个观点了。阿哲也很感谢大家在首次相见能够订阅阿哲频道。对于新订阅的粉丝同学，我们一般会有一些福利，其中的一个福利就是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这个指标的使用权限。您只要订阅频道，找到助教，就可以去领取安装它的一个试用体验的权限。而刚才所讲的金顶 K 线、蓝色 K 线、踏浪 K 线，它们这种超买的信号，只是其中的一种、两种。那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可以去进行观察的一些信号 K 线，还有一些趋势的一个分辨。希望这个指标、这个模板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是观察日内超短的一个多空的方式的一个转变，以及阿哲认为在日内15分钟容易出现高低点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每天盘前广播都会去进行书写的。像最近是4月2号和4月6号的盘前广播，我们是给过4个变盘点，也是阿哲认为日内容易出现拐点的地方。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是4月2号上周的时候，在节前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的时候。
市场在经历一波单边的下跌，甚至是跳空下跌之后，在4月2号的10点是见到了一个低点，一根长阳线启动，所以这个拐点是一个低点变盘。而在1点15分时是在一个震荡行情当中的小高点，只是出现了一波小小的下跌，而后继续的启动。而在4月6号9点45分第一根 K 线之后，有误差了2根，而后见到了一个高点，最后是在10点的15分见到了一个高点。而市场下跌是跌到了1点半，就基本上没有误差，一根误差1点半的时候见到一个低点，而市场出现启动的一个上涨。在之前使用15分钟变盘点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它除了可以让你去发现某些时间上容易出现高低点之外，可以给到一个交易的帮助。另外的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用它来关注多空之间的变化。目前的市场其实多空之间在15分钟它的一个强弱已经不是很悬殊了，你会发现在高点变盘之后，它可以经历一波大跌；在低点变盘之后，它可以经历一波大涨。而后市场的高点和低点，它们之间变盘点其实它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悬殊，它没有我们出现要的低点变盘是大涨，高点变盘是小跌，它没有出现我们所要的那种向上推进的强势的这种动作。所以当前多空之间，它在节后其实陷入到一个震荡的环境，并没有说多空之间再次像节前那么悬殊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这种震荡多空均衡的环境之下，多空之间谁会再次占领一个优势？那你要关注下一个变盘的低点会不会出现明显上涨，高点会不会出现相对的小跌而没有大跌。好，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点半的低点变盘是一个相对的反弹，是吧？它并没有去突破左边的高点。而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波下跌，那么那一个低点变盘它也还是一个反弹，无法破左高，那么就说明多方开始走弱了。反之，如果这一个昨天1点半的上涨能够创出左边新高，然后再见到小高点，再进行小回调，继续的出现推进上涨，就证明多方开始占据主导优势。我们今天第一个变盘点你要关注的依旧是9点45分，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根开盘的 K 线。那一根 K 线如果是向上的，大概率是一个高点变盘；如果是向下的，那么大概率是低点变盘。到时候关注那个变盘点后，如果是高点，它的上涨力度；如果是高点，它的一个下跌力度是否会破掉左边低点；如果是低点看涨，那么它会不会去突破昨天的高点？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变盘点的一个多空的力量。所以今天第一个容易产生变盘的地方是9点45分，这是日内15分钟可以去看盘的时候去关注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3个部分的内容，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环境，大家应该有所了解。接下来阿哲准备开始个股的分析。不过在此之前，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的，那么阿哲花一小小的时间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订阅粉丝的4重福利。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它是第一重福利。那么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怎么去领取？很简单，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大家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找到阿哲的助教之后，您跟他说您是今天的新订阅的粉丝同学，需要领取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体验权限，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了。首先第一重福利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找到助教就可以安装。刚才我们是说过这个福利的。而第二重福利就是刚才所讲的盘前解析，有每天的日内变盘点以及一些指数的一些观点，同时也有部分个股的一些判断。而除了指标和盘前广播之外，还有2套课程，分别是技术分析的专题讲解内部直播，还有美股期权的实战班，它们都是4节课，每周有4节，大家作为体验的课程。技术分析的课程是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期权实战的课程是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大家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那么作为新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至少能够体验1周的课程学习。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去收听这2套课程。那比如说我们本周的一个课表，可以看到本周我们的技术分析的主题课会讲到4维操盘、价量时空4个维度的一个技术分析的学习，会通过这些知识点来分析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也会带着大家去看到如何用技术分析去进行交易个股，以及目前的市场环境的一个解析、指数的分析。今天已经开始了第1节课程，讲的是价格波动，读懂 K 线的语言。那大家如果是今天才观看视频，那么才知道这一个课表的，大家也记得在今天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去及时的去报名后续的4节课程，可以去报名后续的3节课程。你一样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或者说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阿哲也发了一个置顶评论，点击其中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但前提您必须得要先订阅阿哲频道，成为订阅粉丝观众，这是属于订阅同学的专享侍从福利。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有关于个股的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目前是一个很明显比指数更强劲的一种下跌行情、下跌趋势。在这种下跌趋势当中，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些观察到的支撑位置。当然，首先这个支撑点肯定是已经破位的。我们之前说过，这些通道线它被跌穿之后会有一个反复的动作，所以当时这一波下跌碰到支撑附近出现反弹，然后再次破位，再次反弹，那么再次回踩时，如果它再次跌漏，其实就说明它是有效跌破。所以当下它是已经跌破了一个一个的支撑位，而后现在来到了下方我们要去关注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是谁？是左侧的这一个启动区间。之前这一波加速行情的启动点，这附近必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而在这个支撑点内有一个缺口是我们所关注的关键的启动缺口，所以这个缺口一定是作为一个重要支撑来去对待。这个缺口如果被击穿，那么你要看到的就是前方的这个低点了。阿哲认为这个缺口将是一个强支撑区，所以在缺口回补以及回踩的时候，关注这附近所产生的止跌阳线，它有机会产生的是一波不错的反弹行情。当然，这个地方前提是它得要止跌。如果你发现它是直接击穿的，那就要继续等待下方的一个支撑了。所以当前的特斯拉是比较弱势，那么这一波下跌趋势很明显并不会改变。所以哪怕底下有支撑，也一定要等待明确的信号再去进行看涨。当然，是否去做特斯拉，阿哲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因为有很多股票它其实趋势上比特斯拉要强很多。我们再看到上海趋势图的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当下我们看到，目前这一波下跌是一个很明显流畅的下跌。为什么？因为上海趋势图当中有一个对于中短线趋势很好的识别工具，就叫做彩虹带，就是图中的这个紫色飘带和黄色飘带。如果紫色飘带它转为黄色飘带，就说明一个中期上涨转为中期下跌，而中期下跌当中市场的反弹，而在中期下跌当中市场的上涨，它的低点多为反弹低点，多为反弹。那这种反弹它其实就可以用到我们的三阳小顶模型。所以这一波上涨是不是它也是个三阳小顶，粉色钻石？所以这一波上涨也是三阳小顶，所以只要三阳小顶碰到这个飘带附近，它就说明它是一种空方趋势下的左侧衰跌点，就比较危险，甚至是一个做空点。所以目前的指数也是一样的。当你发现它是个黄色飘带，又是三阳小顶的时候，触碰到飘带这种地方，一般就是左侧是比较大的风险。一旦收一根阴线，当下呢最近是没有，价格走势走到这里，它还是黄色飘带。所以一旦碰到下方的一个缺口支撑，当市场如果碰到下方的缺口，其实也没有差多少了。只要碰到这个缺口，如果出现上涨时，我们其实也一样还是先定义为反弹。除非这个缺口的支撑能够击穿飘带，而后让飘带在后续转为紫色带，那有机会这里是一个因缺口而发生的底部形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看涨，或者说叫做右侧更好的、更多仓位的去看涨。而当下不管如何，不管支撑有没有效，我们只能说先看个反弹，空间就是飘带。好，所以当前我们来看到这个飘带的数值，飘带的下沿是375.379，当时在上周这一波反弹，它其实也是达到飘带的这个下沿。出现下跌，这种就说明结束了这个反弹。所以每次黄色飘带下上涨，就首先看飘带作为一个空间，反弹空间啊。如果你要做反弹，就先做这一波，而后它究竟是突破还是回落，我们再去后续关注。能够突破，那其实就说明机会更大，你就等回踩去做加仓，做右侧的买点，其实就可以了。不然在此之前，我们就整体还是看右侧的空方趋势，那么就是右侧的低点都为反弹低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英伟达在走了一个震荡的结构之后，产生了一个破位行为。这个破位它因为是有缺口的，所以当时我们界定它是一个有效的破位，但它也有可能是黄金坑。所以当时我们是有提过，如果短期能够快速修复，很强势的修复，其实这个地方它是黄金坑的概率也是有的。你会发现它其实跌破一个关键支撑之后，是不是也还是2天？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在某些关键位置上，其实看2根日 K 线，它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式。就跌破2根，而后能够有止跌出现时，一般就说明这是一个无效的破位。所以当这个强势底分已经产生，而且缺口快速回补，那么这里就说明它是一个黄金坑了。那当下如果是黄金坑，我们就把这里从之前的压力转为支撑。那么市场只要往下回，那么这附近其实就是埋伏英伟达的一个区间。而我们可以往上去看什么？它当前已经是有2个缺口被回补，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比市场是相对强一些些。
这一波反弹如果够强，或者说它是一个假破位，还是一个震荡，那是不是有机会再次回到上边缘，或者说在上边缘附近的这些高点，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所以当下我们可以这么去看，不跌破下方的这个区间，往上看之前震荡趋势的上沿，这是一个还算可以的短线空间。但是在趋势未完全改变之前，只能说看这么个反弹的空间。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你会发现英伟达其实之前的三阳小顶效果也是不差的，在黄色飘带附近有三阳小顶，我们左侧去卖，有三阳小顶或右侧跌破再卖，效果都不差。甚至有时候这种短线单边加速的时候出现三阳小顶也是一样，也可以作为左侧卖出或右侧就留一部分仓位等待跌破，都是可以的。所以当下市场没有三阳小顶，但是它已经来到了飘带。所以这波反弹从第一波空间来讲已经到了，就像前面这里，第一波空间就是飘带，第一波空间就是飘带，所以飘带能够到，就说明这一个反弹其实还是 OK 的，有足够的空间，短线获利已经可以在这里开始。而后我们可以关注它是否能够去往上突破，只要它能够突破飘带，那么价格回踩，这里就有机会转为支撑，继续往上去看，那这附近就可以产生二次的二买行为。但目前是还没有突破，所以可以去等待看一下它的后续走势。而在这个区间之内，如果走弱，就记得要获利止盈，或者说左侧已经可以止盈。我们看到它的上沿是 179.48， 这个是注意的点啊。右侧如果收阴线直接收盘跌破飘带，那就属于一个明确的下跌点，或者说是短线反弹高点的形成。二次回踩要看一下力度。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目前所看的是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还是空方趋势下，周线走的是运线震荡。你看一下周线图，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一根大阴线，中间一直是震荡的，震了很多天了。在这1个多月来，一直走的是这种震荡行情，那没有突破运线，没有跌破运线，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说短多短空。当前的一个行情走势是在变盘之后产生了一个反弹，反弹了大概1周2周时间。目前走势其实不算很强，因为高点下跌比较强，低点上涨用的时间差不多，当时它其实只走了一半不到，所以这里更像是一个下跌中的反弹，只要注意了，可能运线下破在不远之前，可能在不远之后，所以这里要关注。我们之前说过，这是一个压力，这2个高点其实都是压力，因为整体来讲，目前还是一个弱势震荡行情，所以在这种压力位附近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阴线，当下因为左边还有一个阳线，所以当下这里不是一个强势的顶分，所以这里可以做一个支撑点。所以短线来说，目前还可以向上看，因为它的下跌的力度不强，但整体还是空方占优，多头的一个优势是比较小的，所以一不小心冷不丁的可能就会开始往下走了。目前对于比特币的一个趋势空间来讲，目前对于比特币的一个趋势来讲，整体是空头，中线、中期、中短期都是空头。在短期上有机会再往上看，但是它的一个空间也不多了。对于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我们就先讲到这。第3部分，第一支标的是 Core 位。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 ，Core 位它其实也还是一个震荡，很明显的一个底部震荡行情。有时候如果你看一个图表看不太清楚，比较乱，你感觉你可以看到周线，周线就比较明显了。周线的一个图表当中，是不是一个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在目前是低位的震荡，飘带是黄飘带。所以从一个周线的图表，它的中线以上其实还是一个空方趋势占优的一个市场，它还是一个阴线多阳线少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市场，所以目前来说只能做一个震荡的行情。你看跌下来有蓝色 K 线是吧，在震荡下沿蓝色 K 线可以做反弹，但是也只是说做一个反弹，目前已经来到了飘带上沿附近，已经是破了飘带，但是飘带还是一个黄色的，飘带如果收窄就说明空方趋势在减弱，因为它是震荡行情，所以它的多空之间不太明显，哪怕有时候转为紫色飘带，其实也不一定就能够转多。所以趋势如果你发现它的黄飘带被上穿下穿，其实就说明它这个飘带多方力度空方力度都不强，所以现在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市场，震荡市场就做高抛低吸，跌多了蓝 K 了就记得它有机会是做短线的多方，黄 K 了就注意了，这里是短线的空方为主。而当前上方的缺口其实还是有一半的，所以这附近也是个压力区间，可以作为一个压力区。在压力区附近如果收明显的这种阴线，它其实说明这是空方的一个机会。那么当前短多已经走到飘带了，空间也就大概是缺口下沿可以看到的。我们来看到这个飘带的下沿，如果它这里出现一根阴线跌破飘带，其实也还是说明这个有风险的，就像前面这里是吧，反弹之后如果出现跌破飘带的动作，其实还是说明空方开始有优势，所以最好不要出现这种阴线快速跌破飘带，
就有风险了。这个飘在下沿目前是 79.908， 如果收盘跌破这里就还是要小心一点。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反弹也见到了一个三阳小顶，是吧？我们来看到像这些地方在上涨时出现三阳小顶，上涨时有三阳小顶，那么特别是在黄飘带附近所触碰到出现三阳小顶，就要特别注意一点。当下也是反弹有三阳小顶，有黄色 K 线，所以如果收一根阴线，就要注意它是20回踩前面龙门线的需要了。我们曾经因为龙门线和白色 K 线产生超跌，所以注意到这里可能是4月份可以关注的一只标的。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4月份可以看的一只反弹标的，可以关注一下谷歌，有机会是中期的反弹。目前的反弹力度也算是很多个股当中比较不错的，它2个缺口都没有回补，这是一个比较强劲的。最好在下次的回踩当中也不要补这个缺口，毕竟这是一个双升缺口，有机会发展成倒型缺口。它后续如果回踩都不破，那再往上一样也是看涨点，所以它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在4月份可以关注。周线上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九转的形成，九转出现，而且是周线九转，那么这个地方就有机会是左侧超跌点。那反弹时关注一下周线的黄色 K 线 306.84， 它将容易是一个压力。当然它首先要先过日线的黄带，才有机会看到这个周线的黄带，所以这个地方它虽然不是加仓点，但它也可以往上去看，继续看，大概率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2次回踩只要不太强，那么有机会还是往上看。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是缺口如果都不补，那么就是特别强势，它的回调后续也是找机会，很积极的去找机会。如果连这个导型缺口都不补，另外一种就是导型缺口可能在后续回调时被补掉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龙门线，龙门线不要被有效跌破，龙门线在 280.539。现在是股票，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一个运行当中，整体来讲也是偏震荡行情，跟这个扩位是有点类似的。我们看到周线上，它是在一个龙门线附近，周线的龙门线出现白玉 K 线，但没有止跌突破，它也在走一个类似运线的格局，所以它这里你做多做空其实都比较难受，因为它整体是个窄幅的波动，所以这里最好是等待它明确走出这种震荡的区间，如果能突破周线的白色 K 线上沿就更好了。所以当下这种股票呢，就是偏震荡，趋势不明显。它虽然有一个蓝色 K 线的反包突破，而且比较强势，但目前毕竟也是黄色飘带，所以震荡趋势下可以看到它是个震荡的区间。如果它能够破黄色带回踩，那可以看个短线。而这个地方其实它已经是构成了一个黄色飘带的压力，所以不突破之前，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找不到太好的一个买点，除非它2次回踩，这附近再出现一些止跌阳线，但还是比较建议能够突破飘带之后去找。因为在这个飘带之下，空间其实是压得比较紧，它的一个盈亏比不太好。我们看到飘带的上下沿是 147.68 和 151.734。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MSTR 昨天是出现一个强势底分型，而后有跳空缺口，不过它启动的时间比较慢，因为指数目前都涨了4天了，连续4连阳了，它现在才刚开始出现止跌启动，所以还是偏慢一点的。所以在最近出现的今天出现这种强势的止跌，其实已经不算很强了，因为很多时候指数早就强势止跌了，上周都止跌了，所以很多股票现在才止跌，那肯定不算是强势的。好，所以当下依旧关注上方的压力缺口下沿，它是在 130.65， 以及飘带的下沿是在 131.564 作为一个压力。这里看一下它的反应，如果能够直接强势阳线吃掉，那还可以说明这个地方有机会能够突破飘带。如果这里就遇到压力往下直接把这个缺口给补掉了，那就很弱，这一点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一个行情走势也是一个白玉 K 线出现反包，白玉反包它本身就作为一种反弹的信号或者止跌信号，就白色 K 线也是超跌的，跟蓝 K 是一样的，只是级别会更大。白 K 突破看一个反弹，是吧？白 K 突破可以看止跌，白色 K 突破看个反弹，它的一个信号的一个准确度还是 OK， 还不错的。所以白色 K 线突破，我们可以看个反弹，反弹的第一目标是黄色飘带。但这个地方其实不只可以看反弹，因为在周线上它也在之前一波启动点附近，所以这种地方一般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处，所以这种支撑位附近出现白色 K 线，而且是周线白 K、日线白 K， 而后日线有买点，可以作为一个左侧的一个布局。不过当前也就左侧一笔仓位的一个布局，因为黄色飘带比较厚，所以它的压力比较强。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可以等趋势能够往下收敛、收窄了之后，再关注市场后续的右侧机会。所以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左侧的埋伏点，所以它的一个启动信号还不是特别的有效。
你只能说左侧仓位，比如说1啊、2等等的这种小仓位在这附近去埋伏，右侧更多的得要等到飘带的一个突破，或者说至少要站稳这个下沿376.297，得要站上不跌漏再去找机会。所以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把趋势先分清楚。如果你发现你的股票处于一种黄色飘带，那不管它的一个信号再怎么强劲，你都只能说小仓位去做，不能够直接满仓去干，不然很多地方可能你都满仓被套了。所以一定要先做好一个预期，黄色飘带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先看左侧，再好的股票也都只看左侧。所以您的股票究竟目前是一个黄飘带还是紫飘带，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还未去安装，还未体验这个赛趋势图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去安装激活赛趋势图。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博通。博通也一样，跟纳斯达克指数其实很多都是同步的，因为纳指目前也是这个结构，就反弹到黄飘带，所以很多股票其实也是同步反弹一波，目前也是到了黄飘带附近，它出现了一个阴线，相对来讲会不会是吊颈线不太清楚，但如果今天收阴线下跌，那就比较不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在黄飘带附近要小心出现一根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的 K 线，如果出现那风险比较大，最好呢也不要跌破飘带。所以我们把飘带下沿也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313.91。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开始在回补缺口了，但这个回补缺口时它出现了一个三小顶的行为。这个三小顶出现时，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它其实不能算是一个特别风险大的信号，特别它这种紫色飘带还是一个下跌一波之后所产生的，所以这里它比指数要强，至少人家转为紫飘带了，至少站到龙门线之上了。所以像 AMD 的逻辑和谷歌又有点不一样，谷歌算是一个周线超跌，做的是超跌反弹，有可能是中期反弹。但 AMD 它不一样的是，它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它有机会是一波震荡行情之后重新的启动点，或者说震荡下沿往震荡上沿去走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下它转为紫飘带，股价回踩，所以目前的一个冲高回落三小顶，可以认为它可能会有回调。但只要回调它的力度幅度不跌破龙门线和飘带，整体还是安全的。我们看到龙门线的一个支撑是在205.738，所以这附近作为一个强支撑。如果这一波回调它连阳线实体一半都无法击穿，那么后续一样在附近也可以找买点。而当下因为有长上影线和这个钻石三小顶，所以当前又在缺口附近的压力，这个地方如果之前没买的，那么这种地方就不要追涨了，因为它开始在补缺了。之前对于这波上涨我们的一个想法，其实也就是对于上方缺口的一个补缺，能够补完就很不错了，补完至少第一个目标位就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HOOD 的行情走势就更偏弱一点，因为你看到周线上它虽然也走出了九转，但九转之后它并没有止跌，而是继续延续下跌，又有蓝色 K 线，但蓝 K 之前出现过，它没有止跌，它没有反包，所以蓝 K 它得要等到它消失反包才会比较好。所以目前只是周线超跌，一直超跌，但是就没有止跌，这就说明它跌虽然跌多了，但没有人买，所以才没有强势止跌行为，才没有日线反转行为。所以这种地方别人不买，你就不要先买了，这个时候就最好等待资金是否有明显的进场行为。那当下我们来看到飘带的一个压力，飘带压力是在70.76，它的上沿是在74.382，这是作为一个压力区间。如果资金不进场，没有去明显的一个倾向，是比较困难去做出这种反转的格局的，所以它当下依旧沿着飘带再往下走。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 APP 价格走势也是一个蓝色 K 线超跌之后的反弹，但可惜的是它其实之前是有机会跟 AMD 一样走出比较不错的这种结构的，当它这一波回调的时候，它直接把这个飘带给击穿了。所以市场如果是一个黄色飘带，就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它转为紫色飘带是有机会反转，但不代表一定能反转。所以当时走了一个很漂亮的连阳上涨，而后连阴回调，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止跌出现启动就比较漂亮，但可惜它直接跌穿了，一波反弹没有站上飘带，继续往下破。所以哪怕当时这里是有一个买入机会，它只要跌穿了，那么就一定要止损。价格当下就是一个反转失败，趋势带又转为了黄色飘带，所以一个趋势一旦形成，那它想要反转是比较困难的，它的胜率一般会不高，因为这种是属于左侧区间。好，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大的缺口加上一个飘带，所以当下是来到一个压力区间。这个压力区间的一个价格是谁？这个下沿是它的一个最低点是429.38，飘带的下沿是415.575。它的启动也是强势底分型，但现在的强底分已经偏弱偏晚了一些。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它也是在黄飘带，而后突破飘带第一根。我们之前看到这里，它是不是也破过飘带第一根？一旦突破飘带，就陷入到了一个状态，就是它究竟是能不能有效突破。一般突破，我们说看2根 K 线，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如果就走弱了，那肯定不用看。突破第一天3小顶，好看第二天，如果就直接走弱，那这里又是一个风险，因为黄色飘带下，市场容易破底而不容易破顶，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相对偏空，要小心3小顶的右侧风险信号的确认。而后它这里是个缺口，缺口出现，这里回补，那么空方力量如果比较强，收实体阴线破位的话，那这里其实有机会还是要往前低去看的。所以整体目前是一个龙门线支撑后的反弹，但力度怎么样要关注，是否能够像谷歌一样走出强势，有机会的一个穿透。当下的这个飘带的下沿是多少？是 51.352， 这里不要有阴线跌穿，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上看，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转为止飘带，那时候就有机会龙门线支撑有效，也形成这种中低的底部行情。不过从这个周线来看还算 OK， 但周线它是蓝 K 有一个飘带，所以周线其实还是不错的，只是日线一定要确定它是否真的能够走为反转。现在这个股来看到Circle在一波下跌之后是一个九转形成，它前期其实有一个九转，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结构，就前方九转，右侧九转。这个九转它形成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作为一个买点。激进的左侧交易者，其实这个九转形成的时候，收盘价就可以买了。如果您是财神同学，应该知道这个模型，就左九右九，是吧？它有2个九转。好，这个九形成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买点。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是 77.80， 这个地方如果被收阴线给跌穿，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止损。但这个收的阴线最好不是触碰到缺口的长线影线，如果是这个地方可以做加仓，而不是清仓。所以 77.80 作为首次的一个防守位，我们可以把收盘价到 77.80 作为你的风险区间，而后往上，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认为左侧的反转，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往上看左高附近是第一个目标位。所以这个风暴比阿哲认为是比较可靠或者说 OK 的，可以去尝试的。当然第一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龙门线附近的压力不要太明显，有就要小心做1:1的止盈一部分先。对于目前遮口的位置还可以，所以可以找一些机会。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九转的买入模型，从周线来看，它是一个周线的3小顶突破了飘带，回踩飘带，目前转为紫色带，所以周线这里紫色带如果能够撑得住，这个我们认为是周线上的一个机会。所以周线的紫色带在哪？ 86.03， 所以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支撑点其实在这附近形成一个共振支撑，所以这里作为一个关键支撑点，那九转呢作为买点，而龙门线作为第一个关注的压力位 104.631。 现在这股票我们来看到 Meta 的行情走势很明显是一个黄色飘带，它也是运线超跌反弹之后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目前是没有补的。那么只要这个缺口不补，那么其实整体的趋势行情来讲，它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它补了前方这个缺口，又出现一个新的缺口，这个结构其实也是缺口当中的一种交易信号，所以当下往上看，它应该是要补上方的缺口，目前还没有补完，所以认为空间上是有的。底下这个缺口作为支撑，收阴线完全收阴跌破之前，这个结构还是往上可以去看的。这个目标位第一个就是593.4，以及这个目标位是14.61，所以当下可以这么去关注。它其实也是在周线上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微软一样，来到了一个左侧之前的这个启动区间。每一个上涨趋势的启动低点附近必然是一个强支撑区，所以在这里它出现了一个8号 K 线。如果这附近你等一个九转再去找交易机会，可能会更加安稳一点。因为这目前的九转它不太完善，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左侧买点，右侧可能未来1-2周会更好。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 OKO 就啥都不用说了，太弱了。它的整体黄色飘带太过于稳定，而后一直跌到前面这个缺口这里，才产生了白色 K 线，并且目前的一个止跌其实不算很强，它止跌一直在走震荡走运线，指数都涨得那么强势了，它还在走运线，这种就特别弱，看不出什么太明显的希望，只能说超跌了。但是日线周线超跌，但是没有明显的启动 K 线，这种有超跌但是没人买，所以还是简单做一个关注就行。我们来看到 PLT 还可以的是，它比 APP 算是强一点的结构，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把缺口补完之后就快速出现一个明显的止跌行为，
目前关注一下飘带附近的压力是否会产生明显的阴线下跌，如果有的话，这个结构就不好看了。如果能够直接过飘带，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只是个砸盘。好，飘带的一个压力是 149.427， 这里如果直接出现一个强势阴线，那就要跑，因为它说明这个飘带压力是确定有效，所以最好是能够明显直接过，把缺口补掉，那有希望走高，趋势回复。否则这个地方的下跌可能就破位了，就已经是趋势改变了。那么这个反弹之后可能就是走下跌的一个飘带延续，那就不太好。所以这里最好不要有反包阴线产生。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Coin 的启动就比 MSCI 是要早的。MSCI 是最近才出现强势底分型，它是在上周出现，所以跟指数是差不多同步出现止跌。所以当前来看，不管是 MSCI 还是 Coin， 它可能强一点，但强的也有限，因为它也是偏震荡，缺口还没有补。上方的飘带压力是 181.674， 整体再根据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来讲，还是偏空的，只是短线可以看个反弹。我们再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美光为什么说它目前是一个反弹走势？其实也是跟大家去说，为什么您要装了上海趋势图之后，要继续去看一下它的这种格局。蓝色 K 线出现的时候，一般是超跌，但如果你发现它之前是一个紫色飘带，然后出现蓝色 K 线是连续蓝 K 的，这种就说明这个超跌是过头了。正常如果它是一个强势的趋势，它的蓝 K 一般不会超过2根的，就1-2根就超跌结束就回复了正常了。如果你发现它的蓝 K 是连续蓝 K 超过2根的，一般这种破位有效了，往上走一般就是做空点，所以反而这附近的飘带出现3小顶，如果收一根阴线把缺口快速反包，这反而是一个看空点。所以美光走到这里，一旦收阴要小心，当然左侧这里已经要做高抛了，所以飘在这里就是一个风险区间 406.936 以及 383.419， 就是这个下沿。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它其实也是上小顶，再加上我们的一个黄色 K 线，所以风险也比较大。但它好一些的是它的上小顶的阳线，它的实体没有小很多，并且它站上了飘带，所以这是比指数好一些的。整体也是走震荡的结构，它的飘带压力其实没有说特别好的参考，但可以作为小的支撑吧， 208.565。如果黄 K 之后还是出现反包阴线，就依旧要小心风险。黄 K 之后不能有反包阴，是吧？黄 K 之后不要有跌破，如果出现这种黄 K 跌破的，就说明它至少有一波调整，而后才能够出现看涨。如果黄 K 之后跌得特别厉害，那后续也就看反弹。所以目前不要出现反包出现一般说明它要2次回踩得深了，那后续也是看反弹。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跌破黄 K， 不能跌破飘带，才有机会往上推进。224.789 是上方的一个压力位。以上就是4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